Hello，大家好，我是夕颜，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今天开一个新的 DeFi 节点深度解析的系列，因为在之前基础教学里，光是带领大家搭这个乐高那个积木的，虽然里面会穿插一些节点的简单介绍，但感觉都不是很有深度，浅尝辄止，让人意犹未尽。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把 DeFi 自带的起点讲清楚，相信大家自己也能 DIY 各种 AI 的应用。就比如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问题，不管是用 DeFi 知识检索还是 Notebook LM，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AI 的回答像一个缝合怪，东拼西凑，看不出是哪段回答对应哪份资料。尤其是当多个文档混在一起的时候，更是无从追溯。这不仅影响了回答的可读性，也让我们难以判断内容的准确性。但问题总有解决方案，没有现成的，那就只能 DIY 了。通过 DeFi 的节点系统，我做了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改进。首先对检索到的文本片段 trunk 按相似度排序，然后为每个片段添加引用出处，最后还附上原文内容作为参考。最关键的是让 AI 针对每个文本片段单独生成回答，这样就实现了检索与回答的一一对应关系，让整个问答过程更加透明和可追溯。今天我们就以之前的孙正义式创业思考法为例，来演示如何在现有的工作流中加入模板转换节点，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提升 AI 回答的可读性和结构性。废话太多了 ，Let's go！我是夕颜，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对于没有看过之前视频的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右上方的链接进行观看，没看过也无妨。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孙正义式创业思考法的工作流。一句话来说，就是用户输入一个关键词，再让 AI 随机生成一个名词，最后再让 AI 结合这两个元素生成商业创意。这次为了极简演示，去掉了最后一步商业创意评分器，所以一共分3步。第一步，用户输入关键词，具体是在开始节点这里，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文本，变量名称是 keyword， 显示名称是用户输入关键词，最大长度48，必填，保存即可。第二步 AI 生成随机单词，这里的节点是一个 LLM 节点，我设置的模型是 Llama 3.2 模型，温度参数 0.8， 可以让它天马行空的想。系统提示词中就是让它随机生成一个单词。第三步 AI 生成商业创意，这里的节点同样是一个 LLM 节点，同样设置了 Llama 3.2， 温度参数 0.8， 适合生成创意的任务。这里的提示词让它结合开始里面的关键词和随机单词这两个要素来构思新的商业创意。最后是结束节点，这里设置了3个变量，关键词、随机单词以及上个节点中生成的商业创意。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初始的工作流的结果。我这边点击运行，同样宠物 App 生成完成，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这里咖啡杯是随机生成的单词，下面的文本就是商业创意了。这里好像有个小 bug， 我们输入的关键词没有显示出来。我们从追踪结束节点来看一下，这里的输出结果中应该会有宠物 app 关键词才对。不管它是不是 bug， 我们的模板转换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会演示模板转换节点的2种使用方法，一种是文本转文本，另一种是数据格式 JSON 转文本。我们先取消关联，这里我们添加一个新的模板转换的节点。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这里默认设置中有一个叫 arg1， arg 的全称是 argument， 指的是函数调用时的实际参数。这里变量的设置
我们选择 Keyword 关键词，接着我们看到下方有一个代码块，这里面有一个变量 arg1，我们就来简单运行一下这个节点。我们这里输入宠物 app， 点击运行，我们可以发现下面的 output 中就是这个变量 arg1 的值，宠物 app。我们现在只用知道2个大括号用来输出变量的值就可以了。这里因为我有一个准备好的模板转换的节点，我们来用它直接关联上。在这边我已经设置好了3个变量，开始里面的关键词 Keyword， 随机生成单词 Random Word 以及 LM 中生成的商业创意 Business Idea。 接着在下方的代码块中，我们用2个大括号来输出变量的值。这里为了增加结果的可读性，每一个变量的上面都加上了标题、用户关键词、随机生成词以及商业创意。我们先不管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后面对比结果的时候会再讲解。这样我们文本转文本的模板转换节点就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束节点，这里结束节点中设置的变量就是模板转换中的 output 这个变量。我们来运行一下，同样宠物 app， 这里的结果是不是好看多了？我们再对比刚才设置的内容，这里的井号就是标题样式粗体加黑，大于号是左边加了一条竖线，用来突出显示或引用，最后3个点这边就是一个文本的 block。 细心的同学可能发现了，这边还有一段文字只支持进加2，点击之后会跳转到进加2的文档。说实话，这里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下面就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介绍它的功能。进加2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Python 的模板引擎，可以帮我们把数据更优雅的展示出来。想象你要给100个客户发邮件，每封邮件格式都是相同的，但需要显示不同的客户姓名和订单信息。进加2就是为解决这类问题而生的。来看这个例子，它展示了进加2的3个功能。第一个，注释功能，使用大括号和井号，这里写的内容不会显示在最终结果中，就像给自己做的小备注。第二个，显示变量，也就是使用2个大括号就可以显示具体的数据，比如客户姓名、订单金额，就是我们刚刚的用法。第三个，简单逻辑，比如 if-else 的判断，根据是否是会员来显示尊敬的会员。再比如 for 循环，可以把订单中每件商品的名称和价格都列出来。Define 引入进加2这个强大的模板功能后，我们就能创造出更个性化的输出内容，让回复变得更加灵活和智能。这就是锦上添花的进加2模板，其实它才是模板转换的精髓，简单但是强大，大家还不赶快学起来。最后讲一点冷知识，这里的进加的意思在日语里面是神社的意思，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最上面有一个神社的图片。最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更为强大的数据转文本，这里用到的数据格式是 JSON。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商业创意生成器的 LM， 这里的设置跟前面的不一样，有2个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里拉玛 3.2 中，我们拉到下方，这里返回格式，这里选择启用了 JSON。 这种 JSON 形式的 Structured Outputs 在上一个视频 AI 智能发票识别中有讲到，大家可以通过右上角的链接观看 JSON 部分的详解。第二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的系统提示词的内容，这次我让它直接是生成3个商业创意，并按照我提示的 JSON 格式进行输出。接下来是代码执行这个节点，
它的主要作用是做数据格式转换。为什么需要这个转换呢？因为在上一个 LM 节点输出的是 JSON 格式的文本字符串，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确认到，我们需要把文本字符串的 JSON 转化为 Object 字典形式的 JSON。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代码执行前和代码执行后 JSON 的形式变化，从字符串变成了字典，这样就能方便的提取和使用里面的数据了。这里代码执行中使用的函数就是这个 JSON loads， 转换成 Python 的字典格式后，我们就能通过 key 来提取里面的数据。key 就是这里的 business ideas ID idea， 这里为了方便区分格式，我在这边的输入变量写成了 JSON text， JSON 的字符串形式，输出的结果是 JSON Dictionary， JSON 的字典形式。因为是一个单一的字典，所以这里变量的类型选择了 Object。 这里关于变量类型的深度解析，我会单独再做一个视频来集简解释，记得点关注不迷路。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角，模板转换。在输入变量这边，前两个是关键词和随机单词，这个不用多说。第三个，我们添加 JSON Dictionary 用来提取里面的信息。接下来下面代码，用户关键词随机生成词，这边都是用两个大括号来显示变量值。下面第三行到最后一行是一个进加 for 循环的 block， 也是最有趣的部分。这个循环结构用来展示所有的商业创意。还记得之前生成的 JSON 数据吗？这里 business ideas 是一个用方括号来表示的列表，里面包含了3个商业创意，每个商业创意都有 ID 和 idea 两个信息。因为进加是 Python 的模板引擎，所以这里for 循环的写法跟 Python 的语法很相像。其实就算不会写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将 JSON 格式和要输出的内容告诉 AI 就可以了。我们赶紧来看一下结果展示。首先需要关联上，同样的从 Web 开始运行。用户关键词、随机生成词以及下面的3个商业创意，同样的文本 block，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更清晰易懂呢？最后我再讲一个关于模板转换的小 trick， 就是纯文本模板不添加任何其他变量。我们回到开始节点这边，我们先解除这边的关联，然后添加模板转换。这里首先我们添加一个 JSON 格式的，我们回到刚才的 LM 这边，我们复制粘贴，然后将这里的删除。我们将 JSON 格式粘贴到我们的模板转换中。我们这里为了方便找到它 JSON 格式，然后进入这个变量名称 arg1。接下来我们再添加另一个模板转换，我们先改一下它的名称，改成 arg2， 然后这里的文本我们就写创业需谨慎，3思而后行。最后这里我们改成创业须知，添加完成。接下来我们就将它关联上。接下来我们在刚刚 JSON 格式这边，我们找到 JSON 格式，找它的 output。如果后面有多个节点都用到的话，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变量 arg1。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自信的修改 JSON 格式，所有引用该变量的节点都会自动更新。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设置第二个创业须知的模板。我们找到模板转换，我们首先需要添加一个变量，我们找到创业须知，变量名我们就用它给的 output，
我们把它放在今天的 for 循环里面，它应该会出现3次。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结果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创业寻谨慎342后行出现了3次，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商业创意生成器 LLM 中提示词里的 JSON 格式的模板，也没有问题。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不知道大家对模板转换的理解是不是加深了呢？至少我可是深度解析了呢。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